老师把艾滋病毒注射进牛奶里，然后带到学校送给自己班里的学生，看着他们一个个将牛奶喝进肚，他诡笑地关上教室门，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说他已经向校长递交了辞职信，而之所以还来上这节课，则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个惊天大秘密。学生们闻言瞬间一脸懵逼，但紧接着就变成了全场欢呼。此时的他们只听到老师要走，完全没意识到一场酝酿已久的报复计划正式展开。老师一脸淡然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命字，刺耳的摩擦声让教室得到了短暂的安静。接着老师走下讲台，开始为这群愚蠢的学生上最后一课，教他们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而在开始之前，老师先讲了一段往事。他说他在结婚前就怀了身孕，但同时他的未婚夫竟然查出了艾滋病，但他还是坚持把孩子生了下来。此话一出，旁边的女同学吓得连忙屏住呼吸，有个胆小的竟然直接跑出教室，甚至还有学生开始破口大骂，让老师赶紧滚出这所学校，生怕自己下一秒就被传染。老师见状让他们不用慌张，说自己身上并没有那种病毒，自己的女儿也没有。学生们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但老师下面的话却再次让他们脊背发凉。他说自己的女儿前不久死了，而且就死在这所学校里。虽然警方给出的结果是溺水而亡，但经过他自己调查发现，女儿的死并不是意外，而是被在座的2个人杀害。不过在说出这2个人之前，他要给学生们还原一下案发经过。至于2个凶手，就先用小 A 和小 B 代替。小 A 成绩优异，是那种走到哪都会被说成天才的人，但谁都不知道小 A 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仗着自己的超高智商，经常发明一些伤害性极大的道具，然后用道具虐杀各种小动物，还拍视频发布到网上，以这种博眼球的行为获得关注。而在女儿出事的前几天，他发明了一个防盗钱包，第一时间就来到老师办公室，想让老师帮他签署一份科技比赛报名表。但当老师拿过那个钱包，刚要打开就被电了一下。小 A 见状笑得格外开心，他认为自己的发明非常牛逼，不过老师却拒绝了他，因为他发现钱包里只是有个小电机，不仅没什么特点，而且还特别危险。可让老师万万没想到的是，小 A 从他这里气急败坏的离开后，竟然找校长签署了报名表，并且还获得了1等奖。而就在小 A 以为马上能扬名立万时，意外却不期而至的发生了。原本能在新闻报纸登头条的他，却被一起少女谋杀案抢了风头，导致他被冷落在了报纸的角落。小 A 因此备受打击，但同时他也受到了启发，既然杀人可以爆火，那自己也这样干不就行了吗？于是他找到了班里成绩最差的小 B。小 B 因为生性懦弱，经常被同学们霸凌，为了躲避这一切，他几乎每天都翘课去游戏厅打游戏。这种行为难免会受到老师的惩罚，久而久之，他对老师的恨已经生根发芽。所以当小 A 说出要搞老师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而恰好就在这天，老师的女儿吵着闹着要买一个钱包，但老师身上没有带足够的钱，这一幕刚好被小 A 撞见。于是第2天他就拿着钱包找到女孩，骗她说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特意让我们俩给你送过来，说着就戴在了女孩脖子上。開けてごらん。中にチョコが入ってるから。女孩被电击倒在地，小 B 看到这一幕彻底慌了。然而小 A 却满脸笑意地告诉他，这件事你尽管说出去，甚至都可以推到我身上。此时的他已经开始幻想第2天登上头条，自己会有多么的威风霸气。而留在原地的小 B 则是浑身颤抖。虽然他不知道小 A 为什么这么开心，但他却明白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胆小的他竟然抱起女孩，直接将人扔进了旁边的泳池里，想以此伪造成意外死亡。殊不知女孩根本就没有被电死，只是被电晕了过去。可惜吓破胆的小 B 并没有发现，扔完人之后也忘了清理现场。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愚蠢，才让老师发现了那个带有电击装置的钱包，彻底搞清了女儿的死因。他曾拼命地向警方解释这一切，但由于没有其他证据，最后也只能是不了了之。再加上当地的法律规定，未成年即便是故意杀人，最多关进拘留所调教半年，所以就算抓住了2个凶手，他们也得不到相应的惩罚。于是老师就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复仇。他告诉学生们，自己往牛奶里添加了艾滋病毒，并且2个凶手已经喝进了嘴里。最后再提醒你们一句，3个月后别忘了去医院验血，如果中招的话，潜伏期一般在5到10年，这些时间足够让你们反省罪行，让你们活在恐惧之中的同时，感受到生命的宝贵。此话一出，班上的所有学生都吓坏了，而小 A 更是捂住嘴，慌张地跑出教室。小 B 则被吓得浑身颤抖，坐在座位上不知如何是好。老师擦掉黑板上的命字，这节课已经给学生们讲完，他也到了离开的时间。但这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这节课只是报复计划的第1步，而第2步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毕竟只有让犯罪者经历相同的遭遇，他们才能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学校里很快来了明星老师，由于还处在实习期，阿辉总是表现出十分关爱学生的样子。当他得知小 B 最近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一直不来上课的原因之后，就开始让同学们写一些祝福笔记。等到周末的时候，他跟班长带着笔记一起来到小 B 家里。可当问到小 B 的情况时，母亲却对此闭口不谈，还一直在说钱老师的坏话。而等到阿辉他们走后，母亲才来到儿子的房间，本想着将笔记交给他，可没想到小 B 竟然疯疯癫癫地冲出来，对着母亲就是一顿臭骂，精神状态明显受到了严重打击，脑袋里全是自己发病后的模样。而为了不传染给自己的家人，他用过的所有物品都要清洗上百遍，甚至从那以后就没有洗过澡。母亲见状想要上前阻止，可小 B 却一把将他推开，除了脏话什么都不跟他说。无奈的母亲只能心疼的掉眼泪。而另一边的小 A 依旧每天去上学，但昔日的天才光环已不复存在，反而换成了各式各样的无情霸凌。大家全把他当成了携带病毒的异类，恨不得他马上去死。而作为班主任的阿辉得知后，只是认为同学们是嫉妒他的才华，
在班里疯狂表扬小 A 自己，责怪其余的所有学生。除此之外，他依旧每周末都会去探望小 B， 可他每来一次，小 B 的精神就崩溃一次，因为在他耳中，老师的鼓励就像是恶魔的低语，同学们的祝福问候里也藏着杀人犯去死吧的暗语，导致小 B 根本走不出犯罪留下的阴影。而母亲见他这副模样，竟然往饭菜里下了安眠药。等小 B 熟睡之后，他拿起剪刀给儿子剪去长发，又用毛巾擦干净身体。然而当小 B 醒来，看到这样的自己后，变得更加疯狂，在房间里大喊大叫不说，还偷偷跑去商店，把自己的血液涂抹在食物上，打算破罐子破摔。既然走不出黑暗，那就让自己彻底变成恶魔，报复整个社会。母亲赶来时被吓坏了。事后他问小 B 为什么要这样，小 B 很自然地表示我得了艾滋病，然后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全部说了出来。母亲听后瞬间崩溃，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杀人犯。冷静下来后，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管教无方，于是写了一封遗书，接着拿起旁边的菜刀，本想着和儿子同归于尽，可由于刀子扎得太浅，小 B 不仅没受到什么伤害，还成功将亲生母亲反杀。案件很快就被媒体曝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小 A 看到新闻后肺都要气炸了，一直想火的他再次给别人做了背景板，于是他就想再搞一票大的，但眼下他仍然在被霸凌中，同学们变着花的欺负他。班长小美实在看不下去，出面偏袒了2句，结果也被同学们当作蹂躏对象，甚至还被威胁和小 A 接吻。看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句，他们这个地方的孩子都不是什么好鸟。事后小 A 主动找到班长，还给他看了自己的验血报告，让班长不要因此担惊受怕，因为他并没有传染上艾滋病。而经过这么一闹，俩人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班长很是欣赏小 A 的发明天赋，也从中渐渐得知了小 A 其实是个可怜人。原来小母亲曾是一名科学家，可惜当初喜欢上了一个普通人，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小 A， 导致他在事业大好的时期不得不选择离职在家，把自己的所有理想放在儿子身上。然而随着小 A 一天天长大，他发现这个孩子很是愚笨，显然不能替自己完成理想，于是开始每天不是打孩子，就是和丈夫没完没了的吵架。后来丈夫实在受不了她这样，就选择了和她离婚。但小 A 却始终忘不了母亲。稍微长大一点后，就开始看关于电子的书籍，渐渐发明了许多小玩意儿，还专门发布到了母亲的网站上，希望可以得到母亲的认可。但母亲始终没有回复过他，于是气急败坏的小 A 开始虐待动物，用这种博眼球的方式想吸引母亲的注意。虽然他的视频在网络上有不少浏览量，可还是没有真正的如他所愿。后来他就想到了杀人这一招，可惜2次都给别人做了嫁衣，得知了全部的班长对小 A 的感情更加深厚。然而好日子还没过几天，班长就死在了小 A 手中，原因一共有2点。一是小 A 发现了班长的日记，他才明白这一切全是老师的骗局，新的班主任是被老师收买的，所以他才会带着班长去小 B 家里，每周都会变相的提醒他一遍做过的事，从而导致他变得疯疯癫癫。而小 A 之所以被同学霸凌，也是班主任故意诱导学生往小 A 身上疯狂拉仇恨，所以他才会被揍得如此之惨。至于班长怎么知道的这些，也是老师故意告诉他的，目的是想让班长离小 A 远点。可惜坠入爱河的班长并没有听话。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小 A 在发现日记之后，质问班长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时，班长因赌气说了句你有恋母情节。あんたなんかただ。はい？自分捨ててったママのこといつまでも思い続けて悩んでるだけで会いに行く勇気もないじゃん。怖いんでしょ？会いに行って拒否されるのが。本当はとっくにママに捨てられてることに気づいて。班长的尸体被小 A 分成了18块，依次装进了自家冰箱里。每次开门拿东西时，还会和尸体打声招呼。更疯狂的是，他还制作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并且将其藏在了学校礼堂，想通过这件事轰动整个世界，让自己的名字永远刻在人民心中。更重要的还是想引起母亲的注意。然而到了学校典礼这天，成绩优异的他演讲完之后，便毫不犹豫按动了炸弹开关，可等了半天却没动静。低下头一看，炸弹竟然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而就在他陷入疑惑之时，老师给他打来了致命来电。原来他看到了小 A 在网上发布的视频，明白了他的所有计划，于是悄悄拿走了炸弹。但这根本不是重点，因为他把拿走的炸弹放到了小 A 母亲的办公桌下。お前なんかね、何がわかる？分かってないのはあなたです。なぜ関係ない人が犠牲になるんです。あなたの気持ちはいつだって母親にしか向いていないのに、なぜ殺されるのはまなみや北原さんなんです。殺すのは誰でもよかった。だったらまず愛するママを殺しなさい。うるさい！老师把炸弹的去向说了出来，小 A 听后彻底崩溃。但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因为小 A 的心还没有死透。私は簡単に会うことができました。私はすべてお話ししました。あなたがどれほどその人を愛し、そのためにどれだけの人間が犠牲になったか。その人は、あなたを忘れてなんかいませんでしたよ。素敵なお母様。だからあなたがスイッチを押さないことを祈っていました。でもあなたは、押してしまった。私にも聞こえましたよ。大切なものが消える音が。パチンじゃなく、ドッカーンって